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可能让你有点紧张，但绝对值得深思的话题：未来10年有哪些行业可能就此走入历史，甚至彻底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科技进步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许多过去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存在，都可能在下一个10年被彻底颠覆。今天我就要带你一起看看，从第10名开始倒数，有哪些行业即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可能彻底消失。这可不是在吓唬你，而是希望你能提早了解趋势，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第10名，传统计程车派遣业。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路上拦计程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没错，这就是传统计程车派遣业正在面临的巨大冲击。过去，如果你想叫车，要么打电话给车行，要么在路边招手碰运气。但现在有了像 Uber、Grab 这类叫车 App， 只要滑滑手机，几分钟内就有车子抵达，还能清楚知道司机和车牌资讯，甚至能直接线上支付，方便又安全。这些新创叫车平台利用科技将乘客和司机直接连接，大大提升了效率和透明度。司机不再需要盲目地在路上空时寻找客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时间，乘客也不用担心叫不到车或者在高峰时段被拒载，而且还能透过 App 看到预估车资，避免争议。虽然目前传统计程车和新式叫车平台在许多地方还在并存，甚至有一些城市因为法规限制，新创平台难以全面普及，但从长远来看，数位化的优势是无法逆转的。更重要的是，未来10年，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加速传统计程车行业的颠覆。一旦自动驾驶计程车变得普遍且安全，车辆运营成本将大幅下降，无需支付司机薪水，服务价格也会更有竞争力。届时，传统计程车派遣公司在派单、管理和效率上的劣势会变得难以弥补。他们传统的呼叫中心、人力调度模式将无法与人工智能算法和无人车队匹敌，最终这些公司可能会被彻底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将是更智能、更便捷、更个人化的出行服务平台。这不仅仅是城市的现象，就连在小镇，叫车代也已经悄悄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传统派遣业如果无法跟上技术迭代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第9名，传统实体唱片行。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去唱片行挑 CD、黑胶的时光吗？那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触摸唱片封套，阅读歌词本，满满的仪式感。但现在，你身边的唱片行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线上串流音乐平台，例如 Boss、Spotify、Apple Music， 甚至是 YouTube。这些线上平台拥有海量的歌曲库，只要支付一笔月费或观看广告，你就可以在手机、电脑、智慧音箱上随时随地享受上百万首歌曲，而且音质越来越好，甚至提供了无损音质的选择。新歌发布不再需要透过实体通路，可以直接在数位平台上线，甚至艺人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新歌片段就能迅速传播。对消费者而言，串流音乐方便、便宜、选择多，更能透过演算法推荐新的音乐，拓展聆听广度。对音乐产业而言，虽然实体唱片销售大幅下滑，但数位收入却在持续成长，成为新的主要营收来源。实体唱片行过去的核心价值在于资讯不对称，只有唱片行能提供全面的音乐资讯和实体体验、购买、收藏的乐趣。但现在，资讯在网络上唾手可得，串流平台则提供了无限的音乐库，大大削弱了实体店的优势。未来，实体唱片行很可能只会以一种小众的、怀旧的、体验式的姿态存在，服务那些专门收藏黑胶唱片、追求极致音质的爱好者，或者成为艺人周边的贩售点。而作为大众音乐消费的主流通路，它们将彻底消失。第8名，电话营销中心。你有没有接过那种一开口就问你有没有兴趣办理贷款、要不要参加投资说明会的陌生推销电话？
这就是典型的电话营销中心 cold call。 过去，这是许多公司拓展业务、销售产品的重要手段，尤其在信用卡、保险、金融产品等领域非常盛行。业务员每天拨打大量的电话，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潜在客户。但现在，你是不是一接到这类电话就直接挂断了？甚至有些手机还能自动拦截骚扰电话。随着大数据分析、社群媒体营销以及个人隐私意识的抬头，这种广撒网式的电话营销效率越来越低。消费者越来越讨厌被打扰，而且诈骗电话的猖獗也让人们对陌生来电的警惕性更高，使得正规的电话营销也跟着受累。公司会发现，与其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低效的电话营销，不如利用数据分析客户行为，精准定位潜在客户，然后透过电子邮件、社群媒体广告或是内容营销，例如发布有价值的文章、影片来触达。这种许可式营销 （permission marketing） 让客户主动接触产品，转换率会高出很多。此外，自动化工具也能协助发送客制化讯息，进行初步筛选。未来10年，这种漫无目的、侵扰性强的电话推销方式将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智能、更精准、更不扰民的数位营销模式，以及更注重客户体验的销售咨询，而非纯粹的推销。第7名，纸本报纸与杂志印刷业。早上起来习惯翻阅报纸，或者周末到便利商店买本杂志，对某些人来说，这仍是生活一部分。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看报纸、杂志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阅读纸本刊物已经是非常罕见的行为了。所有的即时新闻、深度报道、娱乐资讯都可以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轻松取得。数位媒体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新闻各种主题网站、自媒体平台，甚至各大新闻媒体自己的官网都能及时更新内容。突发新闻可以在几分钟内发布，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有影音、互动图表、超链接，甚至可以及时评论和分享。这是纸本媒体望尘莫及的。纸本媒体的劣势在于时效性差，新闻一经印刷就已是过去式，成本高昂，印刷、运输、发行都需要大量成本，以及互动性差。全球的报社和杂志社都逐渐转型，将重心放在数位内容产制上，许多甚至推出了付费订阅的数位版。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荧幕上阅读，对纸本的需求就会急剧下降。未来10年，纸本报纸和杂志的印刷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它们可能会被彻底淘汰，只留下极小众的收藏品、限量艺术刊物，或者作为特定场合的纪念特刊印刷。而绝大多数的新闻和杂志内容将以纯数位的形式存在。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第6名，传统旅行社实体门市。过去，如果你想出国旅游，通常会找一家旅行社，让专人帮你规划行程、订机票、订饭店、包山包海。这在过去资讯不透明、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确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现在呢？一张机票透过订票网站如 Skyscanner、易游网就能轻松搞定，饭店可以上 Booking.com 或 Agoda 自己订，行程规划更是有无数的旅游部落格、论坛、YouTuber 和社区媒体可以参考，甚至有 AI 工具能辅助你生成行程。线上旅游平台 Online Travel Agency OTA 如 Expedia、Agoda、Trip.com 等，提供了海量的选择和方便的预订流程，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预算灵活搭配行程。更重要的是，这些线上平台通常能提供更优惠的价格以及透明的使用者评价系统，让你能参考他人的经验。传统旅行社的实体门市过去作为资讯和服务的集散地，
如今其功能已经被线上平台和资讯爆炸的网络所取代。消费者不再需要一个物理空间才能获取旅游资讯或完成预订。当然，旅行社不会完全消失，专门提供高端定制、特殊主题，如极地探险、豪华邮轮、特定赛事门票，或者需要大量签证协助的利基型旅行社，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但针对大众市场的传统套装形成贩售型旅行社实体门市，在未来10年内可能会面临大规模的关闭潮。他们需要转型为旅游顾问、体验设计师，或者将服务完全线上化，否则很难与数位浪潮抗衡。第5名，实体录影带 DVD 出租店。你还记得百视达 Blockbuster 吗？这个曾经风靡全球的录影带 DVD 出租连锁店，如今只剩少数几家以博物馆或怀旧店的形式存在。这正是科技进步最血淋淋的例子。在 Netflix、迪士尼加、HBO Go、Catch Play 等线上影音串流平台出现之前，租借录影带或 DVD 是人们在家看电影的主要方式。人们需要出门去店里挑选、租借，然后按时归还，如果逾期还会被罚款。这种模式在当时是创新的，但与现在的串流服务相比，其便利性和内容丰富度都显得极其落后。现在只要有网络，你就能在这些平台上随时随地观看海量的电影和影集，不再需要出门租片，担心逾期罚款。串流服务的随选随看、海量内容和订阅制模式彻底颠覆了电影观看的模式。它提供了无限的影视资源，且通常会根据你的观看喜好推荐内容。未来10年，实体录影带 DVD 出租店将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成为历史的记忆，就像过去的录音带一样，只存在于特定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手中。第4名，速食店部分柜台服务员。走进速食店，你有没有发现自助点餐机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一些大型连锁速食店，例如麦当劳、肯德基，你已经可以选择在机器上点餐和支付，然后等待取餐。这预示着未来速食店柜台服务员的职能将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点餐、支付甚至简单的取餐流程都可以由机器来完成。这些自助点餐机不仅可以提高点餐效率，减少排队时间，还能降低人力成本，减少人为失误。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可以通过技术实现运营效率的最大化。虽然完全取代人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在高峰时段或处理特殊需求时，人工服务仍不可或缺。但未来10年，速食店的柜台服务员将不再是核心岗位，其需求会大幅减少。他们的工作可能会转向更复杂的客户服务，例如处理客诉、餐点准备、厨房管理、机器人维护，或者协助客人使用自助设备等角色。许多在速食店打工的学生和兼职人员需要开始思考自己除了点餐和收银之外，还能培养哪些更具价值的技能，以适应这种变化。第3名，传统邮局的部分服务窗口。在讲求速度和效率的今天，传统邮局的许多服务都在面临挑战。过去，寄信、寄包裹、汇款、存钱，邮局是重要的据点，特别是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邮局更是民众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但现在，电子邮件、Line、Messenger 等即时通讯软体取代了大部分信件往来，网络购物的普及让宅配和物流公司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包裹寄送、线上转账、行动支付如 Line Pay、接口支付和网络银行的普及，让汇款和存钱变得异常方便，不再需要亲自跑一趟邮局柜台。当然，邮局仍有其不可替代性，例如政府文件寄送，如法院通知、税务文件、偏远地区服务，以及一些代收代付业务，如水电瓦斯费、罚单。此外，邮局的便利箱、便利袋服务以及邮政储金的性质，也使其在特定领域仍有优势。但就传统信件寄送和柜台现金业务而言，
其需求正在急剧萎缩。未来10年，传统邮局的部分服务窗口可能会大量裁撤或转型，他们可能会更多地扮演物流转运中心的角色，结合更多线上服务的据点，例如作为电商包裹的取货点、退货点，或者引入更多自动化设备。邮局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从传统的柜台服务转型，学习更多物流管理、数位服务支援，甚至金融产品销售的技能。第2名，传统电话客服中心。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拨打客服电话常常会先遇到语音机器人 IVR， 或者在网页上 App 里会出现智能客服聊天机器人。这正是传统电话客服中心面临的巨大冲击。过去，当你有任何疑问或问题时，拨打客服电话几乎是唯一有效的途径，人工客服就是解答所有问题的关键。但现在，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让客服机器人能够处理大部分标准化、重复性高的问题。这些智能客服系统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服务，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客户满意度，也节省了公司大量的人力成本。例如，查询账单、修改资料、常见问题解答、简单的技术支援等，都可以由机器人快速响应。只有当问题复杂，需要个性化判断或牵涉到客户情绪时，客户才会转接给人工客服。这意味着未来10年，大量处理简单、重复性问题的传统电话客服岗位将消失，剩下的客服人员将需要具备更强的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理心以及情绪管理能力，来处理那些机器人无法应对的复杂情境。客服人员将从接线生转型为问题解决专家和客户关系维护者。企业也将更倾向于建立全通路 Omnichannel 客户服务系统，整合电话、线上聊天、社群媒体等多管道，而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电话客服中心。第1名，传统人力中介。为什么我会把传统人力中介，特别是蓝领外劳中介放在第1名？这不仅仅是技术取代的问题，更是资讯透明化和法规健全化的必然趋势，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过去，许多外籍移工来台工作，高度依赖人力中介，从签证办理、媒合工作到食宿安排，都要透过中介。这其中就容易出现资讯不对等、高额中介费，甚至剥削，例如扣留证件、收取不合理费用的问题，导致移工权益受损。但随着政府如劳动部对外籍移工权益的重视，相关法规的完善，例如推动直接聘雇服务以及资讯科技的发展，这些传统中介的价值正在快速流失。未来可能出现官方或半官方的线上媒合平台，直接连接移工和雇主，提供透明的薪资、工作条件和权益保障资讯。移工可以透过这些平台直接申请工作，雇主也可以直接发布需求，大大降低了对传统中介的依赖。这种模式能有效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移工的来台成本，也能让雇主更直接地找到合适的人力。此外，随着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例如长照机构、清洁服务的普及，部分蓝领劳动的需求本身也会下降，进一步削弱了传统人力中介的市场。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将使传统人力中介，尤其是那些靠资讯不对等和高额收费为生的中介，在未来10年内面临彻底消失的危机。他们必须转型为提供更专业、更具附加价值的服务，例如职业培训、法律咨询、文化融合辅导等，才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中找到生机。看完这10大可能消失的行业，你是不是感到有点冲击呢？科技的巨轮不会停止，它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和产业的变革。这并非要制造恐慌，而是希望提醒各位朋友，危机之中也蕴藏着机会。这些行业的消失，意味着新的行业和新的工作机会将会诞生。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是否能提早看到这些趋势，并且主动调整自己，提升能力。持续学习，提升软实力，
那些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技能，例如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人际沟通、情绪智商，将变得更加重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这些能力是机器难以模拟的。拥抱科技，而不是抗拒它，学习使用新的工具和平台，了解 AI、大数据、自动化等技术如何改变你的行业，并尝试将它们融入你的工作流程，提升效率和产值。培养斜杠能力或多重技能，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领域，培养多方面的技能，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具弹性。当一个领域受到冲击时，你可以迅速转向另一个领域。例如，一个具备良好沟通能力的会计师可以学习财务分析软体，转型为财务顾问。关注新兴产业，了解绿色能源、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应用、元宇宙、高龄化社会服务等新兴领域，思考自己能否在其中找到新的位置和发展机会。未来10年，我们不会坐以待毙，我们应该积极地面对变化，投资自己，让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成为对抗不确定性的最好武器。当你比别人早一步看清趋势并做好准备时，你就能让自己的职业和财富在未来的浪潮中站稳脚跟，甚至逆势成长。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对这些行业消失的看法，或者你觉得还有哪些行业也可能在未来10年内消失呢？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